大家周末好啊！今天又请到张超伦大夫又来了过来，然后原因呢是他前一段时间找我来治疗一个小问题，他是从6月中旬开始呢，突然发现自己脖子往一侧转，活动受限了。对，低头低到这儿会卡，然后会像抽筋一样，就低到这儿低不下去了，卡一下，然后再往下，然后往这边也是动不了，现在就完全不痛了。就是很多没有经验的人呢，如果看到这个患者主诉是这个，第一个考虑说颈椎有问题。我之前也以为我颈椎是颈椎的问题你来的时候就是说症状，我也是认为是颈椎的问题。所以我上来因为他每天早上睡醒觉晨起的时候他会加重，但一天活动下来就好很多。对，我就以为是跟我睡觉的姿势有关系，是像落枕似的那种感觉但是睡觉的姿势不一定只影响颈椎其实更多的是胸椎嘛。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因为你是颈椎的问题，然后就先做了颈椎的治疗。结果发现呢，就是改善并不多。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查，就是查了胸椎，然后做了肩膀。最后考虑就是一个胸椎和肩膀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你说去年右边这个自行车车祸，对，肋骨骨折了。对，去年在天安门门口飞出去了，肋骨这儿裂了一根。不是去抗议吧？没有，断了一根，裂了6根在这边。对，肋骨就都是断，就是没有移位就叫骨裂，其实都是已经这个连续性受到破坏了。从治疗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肋骨的治疗跟其他的不太一样，你也没有办法太多的固定是的所以就是疗程会相对长一点。穿了个背背佳，穿了3个月。对。一般都是这个规律，很少有的能控制特别好。但是如果是理想上就是他配合治疗比较好，治疗跟上，药物跟上的话，1个多月其实就能好。但是好多人都没办法，因为你日常生活难以避免你要活动肋骨、呼吸上肢的活动都是会要动的，所以就恢复相对就慢。对，是也很痛苦，这里疼很严重，它神经很密集，然后也连着超痛，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呼吸都疼，对。然后我就怀疑是肋骨损伤引起的这个肩膀，结果发现疼的地方呢也不是肋骨的位置，它是右边的四边孔，然后是这个实际上是肩胛胸廓肋骨的这个关节这里，所以考虑可能跟你以前游泳包括以前你在基金经理的时候，可能长期对着电脑，它形成的这个圆肩驼背，造成的胸椎的变形和肋骨的变形，再加上日常的劳损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这个关节的问题，然后我们照这个思路去治，果然就是有效果。所以首先先排除是颈椎的问题了，所以然后也不是肋骨损伤的这个陈旧伤，反而是可能和你原来胸椎的陈旧伤有关系。对，就是这个胸4、胸5是吧？应该是查的确实也是这个阶段的位置。那你如果说照很多人的思路，就是说我哪儿疼治哪儿，你光治这个肩膀，光治这个脖子，可能治很长时间都不会有效果。所以我们要想提高疗效，就是自己的诊断要清楚，把问题查清楚。其次要有一个逻辑思考，考虑它表面的症状背后是什么原因，你这样才能不是治标，而是一个治本才能治疗的效率提高。前2年就是有一个同行嘛，他是那个本达比那边的中医学院毕业生，然后自己呢就是肩周炎，就是肩膀疼得很厉害，然后不能动了，不能工作，然后说找了他们学院的所有老师都治了一遍，各种方法，针灸、推拿、按摩、正骨，然后艾灸、拔罐，火针都试了。然后来的时候我看这个肌肉都已经有点发汗发黑，有点萎缩了，很严重。就是其实就是你光折腾疼这个地方了，没有考虑它背后是哪里引起这个疼。它很多其实是神经反射远程引起的这个症状，所以不能说光看着这个疼痛的症状，还是要通过充分的检查。肩关节又特别特殊，因为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视频，就是关于肩膀疼痛的，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治疗起来很棘手的。它确实有的问题很严重，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疗程，但是你如果治的方式不对的话，它可能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会越来越重。首先肩关节呢，它是3个平面活动都有，就是前后
然后左右，然后冠状面这个往后旋转后旋，它是一个综合运动。好多人是出现问题之后特别影响生活质量，不能提裤子不能梳头然后女士就不能穿这个内衣就很影响生活质量。得需要别人帮忙，或者是这个很痛苦。对这个，我就回想到我这个肋骨断了的时候。对，哎呀，我们之前治过一个内蒙的一个大汉很强壮，但是他就是背着他母亲的时候，就是不小心摔到了，摔了之后他又怕摔着母亲，然后就自己垫在下面，就把自己肩膀受伤。他那个症状就是他每次一去医院一说这个症状，那个大夫就先笑了，然后他自己也跟着笑了。他说我没法吃饭了，就是右边肩膀吧，然后右手拿着这个筷子也好，勺也好，这个菜送不到嘴里，就差一点就够不着，脖子怎么够不着就掏耳朵够不着。这个你一说就挺可笑，说你就治这个嘛，说我就治这个，这太难受了。吃饭吃不了，就这个很痛苦你说这也不能让别人喂天天。然后后来我们就给通过治疗，然后呢，除了治疗之外呢，其实这个肩关节的问题最好就是结合一些功能性的锻炼。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通过棒铃然后功能性锻炼来恢复这个肩关节的功能的一些方法，还有它的原理。好，这个呢是好多人追求那种棒铃，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网红的视频，他用很重的这个棒铃，它其实是违反这个功能性锻炼的原理的，就我们不追求重量。尤其是很多人他正处于症状比较重、很疼活动很受限的时候，他用这个重量可能练完以后当时会有改善，但事后他会引发疼痛，甚至症状加重、症状反复，所以我们主张就是用最轻的重量。今天给你准备的就是一个小的4磅的小锤子。好的，你试一试，如果觉得沉的话，所以到家再找一个更小的一个锤子。可以。那我们就往后站一点，腾出空间，这样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最基础呢，咱们左右站吧，我别抡着你一会儿。不会的，我们动作幅度都很小。你可以稍微往边上站一点，这个画面都能看得到的。好的。我是这样斜着，大家可能就能看得更清楚一点。你也可以斜着站，也可以竖着站，你看你怎么方便。因为棒铃也好，锤子也好，它其实都是配重会在末端。然后我们是可以通过你的手握的位置来调整重量的。就是你比如说我4磅的锤子都觉得重，那就拿起来再往前拿一点。明白。然后哪怕我就拿到锤子头这儿。这样其实就是你的配重就轻了。好的。然后你如果说我觉得这个棒铃太轻了，我买错了，然后我觉得抡起来一点感觉没有，那你就往末端多握一点，然后让它增加杠杆。好的。然后通过呢，我们就是要先增加肩关节的稳定性。因为它的这种肩关节的损伤呢，好多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并不是说都是一个外伤，像刚才我们说的突然摔倒或者突然外伤拉到然后我治过有一个肩袖损伤的病人，他特别典型，他是坐在北京的一个公交车上边，然后拉着这个扶手，结果公交车司机一个急刹车，然后直接这个手还抓着呢，都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人就摔到地上了。那急刹车嘛，所以他等于这个手一直拉着，就把这个肩袖直接拉撕裂了。当时整个肩关节是脱位的状态，然后肌腱撕裂、肩袖撕裂，非常严重。当时整个肩膀就全都是淤血，大面积的淤血，然后复位都没法复位，然后做手术都不能做，就是后续就慢慢一点点保守治疗，但是最后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大多数人都是日常活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呢，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前方和下方的这个象限活动，很少到头顶上。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手一过头顶就会疼，对。但是日常生活我们其实很少有这种过头顶的动作，但是好多人发现问题是发现，我不能够高处的东西了，我一拉窗帘就疼，或者我一够高处的这个酱油瓶子，或者一够高处的一什么东西我就开始疼了。然后日常下面什么其实不疼。对，我那天是游仰泳，教小朋友游仰泳，手到这块高肘抱水抱不了了对，往下切的。对，这也是一个游泳肩特别常见的一个早期症状，就是游泳肩是特别麻烦的，因为其实游泳就是很反人类的运动，
但是呢，它是放松还是不错的，就不要过量，然后动作要标准。你动作不标准，或者说很难，你每一下都特别标准。因为不同的水温啊，不同的环境，然后你不同的体力的状况、心理状况，它都可能影响你的动作标准性。然后错误的这个动作做多了，因为我们是人嘛，你这个上肢活动其实不是为了设计像鱼那样划水的。然后它的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呢，理论上是够，但是这个区间我们做自由泳这个动作，日常动作比较少，所以相对它这个功能就弱一点。然后你这个角度动作多了呢，就是它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磨损，它和日常你的活动是反的嘛。明白。就容易出现损伤。我们看有朋友来留言了，哎呀，感谢 Rock Fan 的星星，祝你身体健康发大财。师姐周末愉快，感谢捧场。好，那我们就是还是讲一下，因为你可能也没看过我原来的视频啊，那我们就是先从一个稳定性的站桩开始，手抓住这个杠铃，让它这个重的这头呢远离你的手臂，然后前臂和上臂是一个90度的状态，然后上臂贴紧肋骨，贴紧躯干。你要接一下吗？不接了，继续吧。不接了。忘了关静音。然后这个姿势，两个脚与肩同宽，脚尖朝着前方，两脚内侧平行。让身体呢微微有点下坐。这个时候你应该，因为我们有杠铃在手上嘛，所以它会受这个杠铃的重力，等于你的这个重心是在杠铃和身体之间。然后你要维持稳定呢，就需要一个肩胛骨的一个内收下坠，就是我们内家拳常说的沉肩坠肘。沉肩坠肘。对。时间呢可长可短，但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你有肩膀的不舒服，或者是胸椎后背不舒服的话，就先从短时间开始，30秒到1分钟，然后慢慢延长到3分钟就够了。太长时间其实意义不大的，我们就是保持不会吃力，不会发抖。有的网上教站桩就是让你站到发抖，或者是站到这个大汗淋漓，这个其实是一个伤气的表现，并不是一个锻炼的表现。我们就做30秒，然后到1分钟，又起到锻炼的效果，又不会伤到元气，又不会造成疲劳。你做这个动作什么感觉呢？我现在大腿有点抖。大腿有点抖，你可以改成这种弓箭步。然后重心在3、7分，对，两腿之间。因为这样呢，它等于你这个杠铃加上这个配重，它是处于你两腿之间的，就相对你会更稳定，骨盆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如果要是还是不行，就是觉得腰不舒服啊，或者说觉得很吃力的话，可以考虑说找一个凳子，就干脆坐在凳子上。这样因为我们主要今天是针对肩膀啊、胸椎的锻炼嘛，所以你可以就是坐在凳子上练，也是可以的。然后练一次之后放松，放松之后换一只手，就刚才一手上一手下嘛，然后换一只手，然后腿也可以换一只腿，对。理论上讲，你胸椎的一些小的关节错位，包括你刚才说的，6月份开始那种，就是头活动到一定角度之后会疼，会有牵拉感，就是练这个动作就可以的。但是做的时候就是，视线水平或者略高，不要低头，不要偏歪，然后两个手尽量平衡，然后中间要休息。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它主要是让这个肩胛和肋骨和这个胸椎的稳定性增加一下，同时它是一个静力性的训练，对我们这个上肢的稳定性也有一定的训练的作用。然后呢，我们建议就是做一个
就叫前推的动作，就是两个手握住之后，然后慢慢的往前，手臂完全伸直，然后手臂跟肩同样的高度，或者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都可以。这个它练的部位就又不一样了，主要是一个肩胛骨往上，就是肩胛提肌这个位置，还有三角肌的一个位置，这也是很多人肩膀疼的常见位置。我给你指一下，就是大概是后面这里，然后还有前面这。这个也是，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没办法做30秒到1分钟了。那我们可以从10秒开始，10秒、15秒、30秒都行。然后如果说确实是体能比较差，或者你选的这个杠铃不合适，那我们就不做那么长时间，就做一个动态的。然后我们按组数，从这个预备式开始，然后做一个前推，然后收回来，这算1次。你这个就一定注意是90度，不要弄太高，弄太高，它这个肩胛的负重是不一样的。大臂小臂90度是吗？对对，好的。然后第2次收回，第3次收回，第4次收回，第5次收回，然后我们换一下手。这个感觉核心要没有力的或者老年人，感觉他会，如果是我婆婆的话，她会弓腰。对，所以就是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让他先坐着。另一种就是还是练多了之后，他核心会变好。这种功能性的训练其实就是练的就是核心。看起来我们好像动的是手，其实你实际练的话，就会发现它对这个下肢的刺激，对腰腹核心的刺激是更多的。我们一开始不追求呼吸，就自然呼吸就行。注意一定是90度，上臂和前臂保持90度，预备式。然后6、7、8、9、10。这个他们还有一个叫火箭推，就是一个快速的，这个就是可能对你的力量稳定就要求更高。但是我们做康复来说就不需要做这种，就是慢慢的推出去，慢慢的收回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练法呢，就是尤其是你这个胸椎有凹陷有偏歪，它可以通过一个呼吸的校正，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抱桩，就是说预备式的这种姿势，上肢形成一个闭环的闭链嘛，就是上肢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胸廓相对就是一个能够活动的状态，因为你把其他的方向都锁死了嘛。这时候你通过呼吸是可以调整一些胸椎的小关节的偏歪和错位的。做法呢，就是先动作是不动的，就是完全是通过呼吸，然后慢慢吸气，用鼻子吸满之后，然后快速的吐气，同时可以加一个发音。他们棒铃一般习惯用这个切的这个音，就是吸气，对，就是先吸满。它就是等于有一个气压，瞬间的就会刺激这个深部的肌肉群，可以调整这些小关节。也可以刺激这个核心腹部，调整一个胸腔和腹腔的压力。我们做5个呼吸吧。吸气，15个吧。这个吸完了之后要憋气吗？不用，吸完了直接吐。直接吐。好的。你也可以憋气，就是你要按峨眉的话，它就是建议你憋气时间长。这个是有点像重锤功吗？对，但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就是从这个现代康复的角度呢，就是更注重安全，所以它不要求憋气。然后相对安全一些。效果也是有一样的。然后这个动作呢，也可以就是我们呼吸和动作配合的，就是往外发力的时候，就是发这个切的音，然后收回的时候慢慢吸气。
就是这样。好，这个看个人吧，就是有的人觉得发音比较尴尬，可能可以找没人的地方练，可以在家偷摸练，也可以就不练，它不是强求的。其实只要不是反过来，你别因为其实动作对的话，你很难呼吸是反的，要不然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是2个动作了，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左右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肩胛骨，然后往后，它是一个往后功能的一个训练，所以它是把这个杠铃移到身体的一侧。这完全要夹死吗？包括抱到胸前，它是完全夹死的吗？还是有一点距离？都可以。都可以。对，一般就是夹紧，它是一个稳定的，但是不要贴到身体上，贴到身体，因为你这个毕竟是有配重嘛，有的人他可能控制不好，砸到胸口上啊，就受伤了嘛。就是维持一个稳定，一般来说，这个杠铃和地面是垂直的状态就可以了。然后你的上臂跟躯干贴紧就行。然后也是5到10秒，然后我们换到另一侧。这个实际上就是让后背2侧它有一个相对的平衡，一边收紧一边放松。然后同时对一些这种旋转的偏歪啊，还有这种两边肩胛骨它有一些外翻的这种情况，都有一定的调整改善的功能。然后我们做呢，就可以加上刚才的动作，做一个小的循环，前推，然后到另一侧，停5秒，3秒、5秒都可以，看自己的状况。然后前推停3秒，1、2、3，然后收到另一侧，1、2、3，前推，1、2、3。这个做的过程一定保证身体稳定，不能说这个因为推啊，身体晃来晃去，你有一点核心收不住。所以就是膝盖稍微弯一点可以。如果收不到，就是一开始可以坐在凳子上的然后他们网上这些网红练的都是教你什么跪着练啊，就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就是下肢形成一个稳定的状况嘛，然后减轻这个核心的一个压力。这就是一个小的循环，可以放下来休息一下。练了有10分钟，感觉怎么样？你的肩膀有没有觉得负担太大，或者说不舒服的？我现在感觉我一吸气，这个点有点疼。有点疼。那就是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有点重了。但是你这个地方疼呢，就是说明它的这个肩锁关节和胸锁关节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个可能时间长，然后它是有一些移位，通常是锁骨它是也有3个方向，就是前后左右，然后上下这种方向的移位。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杠铃，通过上肢的锻炼来进行一些调整的。这个就和肩关节是一样，就是我们通常最多的康复训练呢，就是包括物理治疗师他们也是建议，就是做一个叫钟摆运动。钟摆运动就是我们手臂的一个前后摆动。这个摆动呢，尽量不要用这个肌肉收缩，说我给抬一下、抡起来，就是一个靠重力，然后它这种好像钟摆一样，钟摆就是靠重力运动。然后这是一个前后，然后前方的一个左右。这个注意就是手臂的肘关节是保持直的。直着的。对，一开始是直的，到后面也可以就是有弯的，但是它是2个训练。它是通过希望一个自然的一个圆周的弧线的一种这种离心的训练，离心力让这个关节的间隙变大。这个变大呢，不是说像那个乐高啊或者是积木啊那种一下变得很大的那个关节空间，它可能就是1毫米，甚至说几微米，但是只要它有松动，它的关节腔的空间就有变大。我更适合练这个是吗？对，就是练到它的时候，就是平常疼痛的，对，有牵扯感。对，这个就是中医的这个传统的练功呢，还有就是传统武术练功，很多就特别讲究这个体感，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察是什么样的。然后传统的推拿流派有一个叫少林内功推拿，他们主要就是说指导患者练功，就是做一些功能性的训练。那他说的都是什么
霸王举鼎啊、前推八匹马到这种就是很有诗意的这些名字，但是动作其实从现代康复里面都是有的，就是前推的运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前推，这个动作就是会练到这个前锯肌，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边孔肩胛这个位置，往回的时候就是让肩胛骨能够收回来。从解剖学、从生理学上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传统的这个说法呢，它让病人有一定的这种心理暗示，然后它会让这个效果更好。而且少林内功他们以前都是给那种就是社会阶层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平常运动比较少的人，然后给他们讲一些这种练功的方法，然后呢，治疗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让患者主动锻炼，疗效就非常好。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就不是说光靠医生的这种被动治疗，也是要鼓励患者主动锻炼，是的，通过这种功能恢复。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前面左右的这种摆动，然后前后的摆动，然后还有身体后面的这种摆动。后面怎么摆？后面摆动呢，就是你肘关节不可避免就是稍微要有一点旋转，然后有一点屈伸的。肩关节活动的相对少一点，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多肩周炎的患者，他最后恢复的就是这个后旋的这个动作，对，是因为它是一个复合运动，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运动。但我们一般有肩周炎的人手都够不到后面吧，都只能很难过中线的。一般诊断来说就是过不了中线就属于问题。对，但是好多人他是要求太高了，就比如有的女士她可能以前练瑜伽呀，或者练这个身体关节本来就活动度很大，然后她用上面直接能背后合十，背后合十，然后她说不行，你看我这边这个手活动受限了，我一看你这比一般人已经好很多了，但她自己就觉得是受限的，所以就你还是有治疗的余地，这就是治疗的意义，就是我们不是说让病人说这儿疼，那你就说哎你不要做这个动作了，那你动一动嘴唇很容易，但是你肯定是能够帮助他做他想做的动作、想做的活动，这个才是治疗的意义嘛。那我们就再加上杠铃来试一下这个中摆运动。背后的这个动作，你要不要背对着再给？一会儿我们再对，先前面。好的，先前面。好。从康复来说呢，就是我们先要做这个前后方向的这个摆动。不用说你一定说我抡得很高。这个是意义不是太大，而且好多人他活动受限是会受伤的。有人说，哎，我能抬到这儿，我再往上就疼了。但你练的时候，你不用抬到这么高，就是一定是以你不疼的这个范围做标准。就是我们做这个前后，然后不是说要给它加力，然后我们也建议就是这个加一些身体的摆动，加一些，然后身体的旋转摆动，然后手臂越放松，肩膀越放松。它这个关节拉开，就像一个撒娇的动作。对，就是越放松它效果越好的。所以你就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觉得这个锤子太沉了，杠铃太沉了，那我们就往这个末端握一握。确实轻松很多，就会轻松很多，它离心的这个牵扯力就会小了。然后如果觉得哎劲儿不够，那我就往末端拉一拉。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按时间就行，也是30秒、1分钟，你也可以按次数，我弄10下、20下，然后我们换一只手。妈呀，这只手！它这个身体的摆动呢，不是说我去扭这个身体，是通过我们这个2个膝盖，一个屈一个伸来达到这个扭动骨盆的动作。就不是说追求速度啊、幅度啊，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2个脚的重心的转换，然后带动这个肩膀和杠铃的摆动，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钟摆，然后就是前后也是一样的，就是通过我们膝盖的屈伸来带动身体，带动这个杠铃的摆动。这是左右了是吧？现在对，这是左右的。不追求幅度，也不追求速度，就是自然的一个拉伸，感觉到这个关节拉开。哎，这个动作很舒服呀，就是很舒服啊。很舒服。我对着观众做一下。我侧着的。
啊，最后我们就是说的这个在身体后面，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后面是它唇在后面。对。哎呦，你不用大力的去抽，所以也不用担心就是抡到自己身上，它其实都是在你的控制之下的，所以相对还是安全，但是也是不要砸到东西，不要砸到人，砸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对呀。然后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就是说你之前说我跟你说要练棒铃，你说最担心啊，我可做不了那个绕头那种动作。对，绕头做不了，那个是很难的，也不主张我们有问题有疼痛的时候去做，就可以做一些简单代替，就是我们只是说到肩膀，放到肩膀上，扛住啊，扛住，然后回到这个预备室，然后放到另一个肩膀上，然后再放下来。然后习惯之后呢，就是我们就是不用扛上，不用扛，然后就是大概在耳朵这个高度。它也是对肩膀、对上肢的一个很好的锻炼。这个都不是通过这个手臂的力量，就是它是上来之后，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后背，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后背的这个背阔肌来把它拉回来。所以这会晃吗？要晃吗？不要晃，身体不要晃。就是你如果是很重的杠铃，你可能身体会晃动，但是我们一般不需要做出来，你就感觉是后背在用力就行了。所以就是手臂不会太累，虎口累啊，对，他对这个握力的训练是比较多的。对，有很多人握力下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很多人出现这个腱鞘的问题、腕管的问题，其实都是握力下降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抓握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功能，但是好多时候得不到锻炼，它会下降，下降之后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抓握的锻炼，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的。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摆动也练了，然后这个举也练了，那我们就是可以在摆动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这个翻腕，就是一个恢复。这个呢，我们最好就是先从双手开始。这个呢，基础是前面的一个侧摆，然后我们先在一侧，然后过来之后给它竖起来。90度，90度，不要太高。你这样太高的话，手臂的负担会比较重。它是一个先放平变成持剑式，然后下来。我这怎么嘁哩喀啦响呀？啊，这说明你身体平常哪都你听，很少做这种运动的。这是膝盖的一个屈伸。这个就不光是练我们这个肩背了，就是对腰啊、对下肢也是有更多的锻炼，然后对手腕也有一定的锻炼的作用。那下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下这个前后方向的摆动，同时也是加上一个后撤步。可以先用一只手在身体一侧，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前后摆荡嘛。然后当这个棒铃摆动到身体的水平线的时候呢，它应该往后嘛，然后同步的另一个方向的腿呢就往后撤一下，
然后他再摆回来的时候，腿也跟着收回。我斜着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先是摆动这这不仅练肩还练脑呀。就练协调性嘛，手脚配合，撤步。哎，撤这条腿是吧？对，对侧的交叉的。然后同侧的呢，就是有一个屈髋屈膝。哦，然后换一个方向，摆动，撤步。再换回来，我做一个正面的。没错，我得先把它悠起来，我才能撤。对，大家没有杠铃的，买个西瓜，拿个塑料袋一兜。拿个书包也行。拿个书，拿桶小点的油。那个有点太沉了。哦，拿一瓶矿泉水就可以，拿个小哑铃都是可以的。我很喜欢这个训练的，就是做的很轻松，做完也很舒服。你支撑腿的臀，会酸吗？肯定会酸的。哦，那好，我没练错。撤步的这个幅度呢，大家自己掌握，不需要太大，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然后熟练之后，我们就可以左右手这样交替，注意安全，不要摔倒，不要砸到。不要脱手。对。这个是可以当有氧训练去做的。哎呀，应该带个表给大家汇报一下实时心率。感觉这个叫什么双板滑雪，可能更需要这个训练。哦，但其实很多运动都是需要这个训练的。感觉滑冰也需要吧？对呀。对，我儿子最近在滑冰。你像你之前问的这个击剑训练，怎么让它这个对称性得到训练，就是做这种就可以，它对称交叉的规律摆动就是可以的。我背过身，大家做一下。好的。哎，等会儿脑子跟不上。就不要用脑子嘛。本来不用还好点，一会儿更完蛋。
我觉得现在好多在健身房撸铁的朋友们，然后包括就是小朋友训练各种体育运动家长们，大家都在盯着，比如说撸铁的朋友们都在盯着3大项，盯着哑铃片上的重量，游泳的小朋友盯着怎么能在他的专项上面更有突破。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重这种功能性的训练，功能性好才能解决这种损伤问题，尽量避免这种损伤问题，他的运动生涯才能更长久。还像哑铃、杠铃啊，它都是单项的对称训练，所以其实是比较违背日常的常规的这种运动模式的。所以你可能你推得很重，但是这个到真实场景当中用不上，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健身的明星啊、网红，他比如去做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扛个麻袋呀、搬个家具，就是这不是死肌肉问题，其实就是运动模式问题。他们经过一些这种功能性的训练，他可能再去参加大力士的运动，就效果就很好了。他那个肌肉不是白练的，只是说他习惯了那种单一方向然后对称的运动，所以在日常生活那种不对称的然后非线性的运动，它就会比较发挥不出实力来，并不是说的什么死肌肉这么简单，更多的是神经激活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肌肉其实是很强大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在抑制这个肌肉发挥，不让它发挥出100%的力量。然后你肌肉练得越大，它其实抑制是更多的，因为你如果用的方式不对，就很可能把自己伤到了。所以要让你的运动表现更好呢，其实是要训练神经系统，让你的神经系统能够更稳定的发挥，然后能够把肌肉的这个抑制解锁，让它发挥出它应该有的力量，这个是更重要的。这是我们用比较轻的，所以就可以单手然后一侧去摆动。如果大家用的是比较重的杠铃，或者说你觉得我这个自己的杠铃是超过自己的这个体能、身体的这个力量，那我们就可以用双手去练。双手练呢，这个需要大点空间。我先示范一下。我赶快往这边腾腾地儿。我先侧着做啊，它就是双手呢，我们就是要加上一个身体的扭动，然后呢，侧步呢会稍微往外一点。我给大家做一下，就是双手摆动，然后左右侧步转身，这个动作幅度会更大一点。也是不要用手臂给它拉得太高，就是靠它的重力和身体的摆动给它一个势能。然后视线是跟着杠铃走的，就等于我们这个躯干，其实它虽然是在摆动，但都是这个腰胯在动，并不是说我去转头，你转头转着转着可能就晕了，就是我身体是转过来，然后都是这个胯在动，就是我们这个腰马合一嘛。这个对你打高球吗，段大夫？你打高尔夫吗？我不打，但是高尔夫球应该练一练这个。对，是。你来试一下啊！我需要跟在你的后面试一下。来，站在边上，是这样。对，我看一下。先摆动，然后转身，摆动，侧步转身，侧步转身。你不需要弄那么高的手臂的就不用弄那么高，就是我没有控制它，就是你要稍微控制一点。我要控制点，对，不要太顺着它。就是不需要太高的，太高的话，就是你的手臂会用的更多的力量，就是可能让身体出现一些损伤了。
这比刚才那个累多了。对，这个要更累，减肥的效果也会更好。嗯，大家还是不要太高估自己的体能，就是一开始就是我们做10下、20下算一组，一定中间休息一下，要不然你可能你觉得没什么关系，好像挺轻松的做，一停下来就觉得浑身酸疼，或者第2天就起不来了，这样也不太好。啊，大家有跟着一起练吗？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发言呀。国内的朋友们刚起床。啊，对对对，这个最近的时间可能是不太友好。这就是一些对肩膀有的也是全身的一个杠铃的基础训练动作。你跟着我们现在练了将近半个多小时了，有什么感觉？感觉就是整个身体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就是看上去是好的，但是你实际动起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方向的受限。其实更多是好多地方，可能我们日常生活或者运动用的比较少，很难去做这种动作。对，但其实这些动作做一做，对身体是有很好的好处的。是的。你现在觉得肩膀怎么样呢？刚才细细的这个痛没有了。锁骨那里得到一个纠正。对，是的，是的，这一块明显没有。因为我们看了虽然就是一个前后摆动加转身，但其实它3个方向的动作都有了。你仔细回忆一下，就是前后，然后内收，然后后背其实都是有做到的。所以它动的幅度是远超我们日常的很多那种哑铃、杠铃那种单项的训练，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动作范围的。明白。很多观众我也看在评论区有反馈说，练完这个杠铃之后，觉得呼吸顺畅了啊，觉得肩背更挺拔了。觉得这种精神面貌啊、身体的状况，那我好像也会觉得有挺拔，是吧？我会觉得有的。对，那其实很多不好的这种体态呢，并不是说一个单一因素，它好多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你也很难说解决一个单一因素就可以整体改善的，更多它可能需要一个全面的训练，或者说一个身体的一个重新认识吧。明白。所以我就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杠铃的练习。很好，很好。因为这个东西你也就是在家一块地儿就可以练。对，不用太占地方，也不需要太多器械，就一个杠铃。器械，你买一个小的，其实都可以随身带着。对，全身都能或者拿一个小锤子都可以。是的。好吧，我们今天就不太长时间了，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好，谢谢大家。直播结束。